这里是大海道的通天洞，现在人不多，飞一下。结束了在新疆的南疆胡杨林赏秋之旅，来到了哈密。这里是离哈密不远的大海道景区。如今的哈密大海道已经是新疆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了。这里以独特的雅丹地貌和壮观的景观而闻名。现在看到的是景区里的著名景点通天洞，这里也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，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地方而了解了大海道。哈密大海道拥有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高大、最雄壮的雅丹，堪称世界级的地理奇观。这里也是新疆唯一一个可以去、适合去的无人区。广义上的大海道是从敦煌往西，经过哈密，然后到吐鲁番，一共有500多公里。这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的一段大海道。沿途汇集了古城堡、烽燧、驿站、史前人类居住遗址、化石山、海市蜃楼、沙漠野骆驼群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。很长时间以来，这个大海道都是无人区，但这2年有很多的人开着越野车穿越大海道。我这次在新疆也特意拐了个弯来到了哈密，准备到大海道看一看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大海道景区里面的通天洞。是哈密，结束了南疆胡杨林的赏秋之旅，从霍尔勒坐火车来到了哈密。这是火车站旁边的宾馆，明天去大海道，外面不怎么样，里面还可以，住2晚吧，170多。我这次没有约伴自驾，只是在网上订了一个哈密景区的1日游。我还第一次来哈密，是吧？哈密欢迎你。谢谢。第2天天不亮就出发了，现在算是去新疆的旅游淡季了，去大海道的人也不多。我这个1日游的价格是600元，因为道路不好走，全程都是越野车。真的师傅，也是一个资深的户外探险王。开了有1个多小时，现在来到了景区门口。这是大海道，还没上班的人家就到了。这里是大海道，今天准备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啊，是它的游客服务中心，还没有人。我们坐这辆车进去。现在这个大海道已经被开辟成景区了，有门票，自驾好像也收费，1日游是都包含了这些费用。我们这个司机导游经验非常丰富，尤其是对于大海道。他看了天气预报，说今天只有上午天气好，一定要上午多跑一些精华景点。所以上午时间我们没有在东门附近的景点停留，直接往深处进发。因为大海道里面经常刮大风，一刮就是7、8级、8、9级。进入景区的前几十公里都是这种柏油路，沿途都是荒漠，前面远远的看到一大片的神奇的雅丹地貌。我发现没见到我走出来的路。大海道，此生必驾。遥望远处的大海道，有车远，基本上开了40-50公里。前面这一片地形地貌越来越漂亮，准备开车进入。身后这一片啊，就要进入大海道的核心区了。今天我们来大海道啊，这是我们的
司机兼导游师傅，你贵姓？我姓高，高志阳。这师傅在大海盗玩了多少年？我2017年开始在大海盗做营地，我们一直做营地、做自驾，然后穿越，无人区穿越都做。行，今天就跟着你了。啊，OK。好。作为收费的景区，这条路修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大海盗景区目前有2个门，东门和北门。景区总的长度估计有100多公里。从东门进来有几十公里都是这样的柏油路。在东门也有很不错的一些景点，包括魔鬼城。我们准备下午返回的时候再游览这些地方。因为上午天气好，所以我希望先去核心景点，包括那个通天洞。前面进入的这地方，路两旁有很多的植物，这个地方叫红柳滩。前面远远的望去，有一个酒店一样的建筑，那里是红柳滩游客服务中心。这里面的酒店啊，里面还有个住宿呢。优惠，价格500，现在。我们今天没有计划住在景区，所以继续往前。现在都是沙子路、搓板路。从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再往前就是这种搓板路了。进入这样的路段，也才算进入了大海盗的核心景区。这个路算是比较好的砂石路，但如果想真正看到大海盗的特色景点，至少也要开 SUV， 越野车还是最好的选择，否则就只能看看这种道路两边的景色了。现在汽车行驶在一条峡谷之中，峡谷内部还是比较平坦的，两边都是高10-20米的这种雅丹山丘。这个峡谷叫翼龙大峡谷，全长有20公里左右。今天这个司机开了一辆皮卡车，很快就开过了这个20公里长的翼龙大峡谷。这水源地啊！这个水是渗出来的自己。中间还经过了一个小的水源地。这如果要穿越沙漠的时候，有这么一片水源也救命了。水源地，上去前面是火星基地、高山城堡，继续往前走，先去通天洞。之前我有过2次要来这个哈密大海盗的机会，都错过了。这次因为从库尔勒没有直飞北京的航班，所以我特意在哈密这边中转一下。既然都到了哈密，干脆就来大海盗看一看，也给那些自由行的一日游的游客趟趟路。前面有个岔口，我们向右去神仙洞。先看到了这个水源地，也算是一个集散地吧，建了一些休息停车的地方。我们没有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先去通天洞。其实大部分来大海盗旅游的都是奔这个通天洞去的，因为那里是拍照比较好的地方。如果司机不认路，去通天洞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相对来讲，路也不是特别好走，有很多急拐弯和大坑。一般人走费劲，不敢走，走个费劲。这都是我压出来的，这个不用给你吹牛逼，知道吗？这边在买路是吧？以前没有路，都是我自己鼓捣出来的。这边也不好走，这边也是大坑小洼的，
讨厌的很。但如果自己开轿车，这边进不来吧？能进，这个地方晚上就回来就得也能进，回家就修呗。这边经过的很多雅丹地貌，其实都还蛮壮观的。有些有特色的地点，我们一会儿再看。整个大海岛景区里，除了中途那个酒店，整个地方都荒无人烟，没有卖食品饮料的，也没有加油站。前面终于到达了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——通天洞。已经停了几辆车了。这里是大海道的通天洞。这个地方以前叫神仙洞，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洞，都是崖壁上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空间。现在这里改名叫通天洞了。看这里巨大的雅丹地貌，一层一层的。历史上这里一定是海底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，这里变成了如今的地貌。前面这个小山头像是给神仙打坐用的，这叫神仙洞吗？通天洞。这个季节来游客不多，而且也不热。我有几个朋友是夏天来这里的，简直是太热了。还有点滑呢。到达了通天洞的里面。哇！很多人都是在这里拍的网红照片，一般都是竖版拍摄。你谁会用云台呀？会用吗？不会用，拿手给我拍一个。我也在这里面拍个视频。这里面路不平，三脚架不好摆，让同车的小伙伴帮我拍一个。更多的人是站在这个小山头往外拍。如果广角用得好，拍出来的照片还是比较好的。横版就很难拍全，一般都是拍竖屏。游览完第一个景点通天洞，我们前往下面几个精彩的地方。正如我们司机导游预料的一样，下午开始刮起了8、9级的大风。下集给大家拍一下大海道的其他精华景点，还有魔鬼城。